被称为8大丑女之一的龅牙珍，原来是被星爷骗去扮丑的靓女。她不光神似王祖贤，还参加过星爷的选美大赛，就因为她的自信无人能敌，才在众多美女中脱颖而出，让星爷只留下了她的电话。龅牙珍是广州人，从小就喜欢文艺，班级组织文艺汇演，她都报名参加。虽然她一直都不是最漂亮的那个，也占不了 C 位，但是并不耽误她对表演的热爱。因为家里条件一般，她也没上过什么专业课，只是在毕业之后找了一个表演培训班，去体验享受表演的过程。连她朋友看她那个劲头子都总是泼她冷水，说她既不是科班出身，又没那么漂亮，老想着演戏这种事儿太不靠谱了。但是龅牙珍根本不在意周围人的这些看法，她并不是非得想要当个大明星，她只是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，就是站在镜头面前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人生。2002年，她听到一个消息，星爷当时正在广州给娃哈哈广告选演员，就要找俊男靓女，于是龅牙珍立刻就决定去面试。她跟公司请了半天假，也没特意捯饬，扎个马尾就出门了。等到了现场，星爷翻了翻她的资料，然后又抬头很认真的看了看她，就问她：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个靓女呢？其实很多人要是听到这个问题，都会觉得很难堪，肯定是觉得因为自己长得不够漂亮才会被质疑。但是龅牙珍却直勾勾的看着星爷的眼睛，说因为自信，所以我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。星爷当时点了点头，就让他出去了。龅牙珍后来也知道他是落选了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星爷当时就让工作人员特意留了他的电话，因为星爷看上的不是龅牙珍的美貌，也不是他有啥才艺，而是他骨子里散发出的自信。用狗丝的话来说，就是这孩子的2个灯特别亮。转头第2年，星爷在筹备电影功夫的时候，直接就给龅牙珍打了电话，说我这有个角色很适合你哦，是靓女来的，要不要试试？龅牙珍听了立马就同意了，毕竟这么天大的好事谁能拒绝呢？于是到了剧组，化妆师就开始给龅牙珍做造型上妆，一通舞制下来，龅牙珍一照镜子傻眼了，不说妆化的有多难看吧，光是那个突出的大龅牙就够有看头的了。就在龅牙珍一脸懵的时候，星爷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，看着那张被毁掉的脸，星爷跟他说了一句话，说阿珍虽然是丑角，但你要从心里觉得老娘就是天下第一美。而这句话龅牙珍真的记住了，接下来的每一天拍摄，龅牙珍都要提前1个多小时到化妆间，把2颗假牙戴上，假牙的材质很硬，磨得牙龈出血红肿，吃东西都不敢用门牙，喝热水还会烫着牙床。但是他从来没抱怨，还想各种细节去丰富角色的魅力。比如他觉得每个女人化妆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美的，那龅牙珍也不例外。于是他就在化妆的时候对自己抛媚眼儿，即便别人觉得丑死了，但是在这个角色自己的眼里，老娘就是第一美。果然在功夫上映的时候，真就是全国院线都火爆了。猪笼城寨里的那个龅牙珍一张嘴，轩哥，最近艺术的差，我想开高点啦，一下就让大家记住了这个自信的丑女。但长得丑并不是龅牙珍唯一的特点，因为就在3个武术高手被赶出猪笼城寨的时候，龅牙珍是第一个站出来替他们说话的。要不是他们3个，我们可就惨啦！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啊？说完还要自己掏钱替他们交房租。他虽然长得难看，穿得艳俗，但他做了城寨里没有人敢做的事儿，而这也是星爷对角色设计的底层逻辑，把最美好的东西藏在了最丑的壳子里。虽然龅牙珍的角色火了，但后来的阿珍也并没有真正走进娱乐圈，而是回到了原本的生活，嫁给了一个普通人。很多年以后，有人在社交平台上翻出了她的照片，大家都不敢相信，这个眉眼清秀、肤白貌美、气质温婉的女生，居然是当年的龅牙珍。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当年演了龅牙珍这个角色，毁了自己的形象。阿珍说那是她人生里最快乐的一段日子。看来呢，真正的魅力不是五官的完美，而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认同，不被外界的审美标准裹挟，笃定的认可自己，才是最有生命力的美。